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手边为您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周淑慧，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有之，大家好。好，那426，那国民党要站独裁，然后包括要站出来，在场面上你看到了，确实推出了非常多的人，不管你说他是动员与否，人就是出来，就是在那。那当然，主持人号称有大概25万人，那这所有的场合在那里头，你也看到，包括从朱立伦主席这样讲的慷慨激昂，包括民众党当然也参与了这一场，黄章主席也在里面讲得非常的慷慨激昂。当然，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那赖清德总统也有回应，包括赖英要群众上街头的这一块，而所有这些的过程，对于整个大罢免，或是现在看到因为罢免延烧出来的各地地检署在侦办的所谓的死亡联署，所有这些，因为今天包括新北那国民党党部的一些人，包括基隆国民党党部这些再次被搜，那当然也有人被带回去调查，这些一路延烧，未来又会是怎么样？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包括在当时426这个场合，那蓝营跟白衣的一些人在现场所讲的话，赖清德总统是怎么回应的？来，叫我们去天安门抗议，我们今天反中共，但是我们也要反绿共，大家说对不对？对。立法院520之后，立刻提出罢免赖清德，好不好？好。你打麻将只想打清一色，你为什么不打臭一色？请赖清德总统、民进党立刻停止大罢免。再一次呼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拼经济，拼经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没有像民进党这样去搞全面的大罢免，选输就翻桌。我们一定要守住国会，才能够守住台湾的民主。这一场战役，这一场战役，我们参战到底！赖清德下台！赖清德下台！赖清德下台！国民党跟民众党号召群众走上街头，其实他们的活动也正足以证明，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真正的要战独裁，应该要去对地方，找对人。如果真正要战独裁，确实的地方应该要去天安门，北京天安门，至少到中国去，见到独裁集团的时候，不要再卑躬屈膝。来，任俊。大概跟大家再描绘一下当天的那个场合，包括所有的人数，甚或最重要的点是在各个主要的一些你看到，包括从朱立伦以降，国民党15路诸侯里面主要一些人也都上去发表一些看法，包括民进党黄章主席，而这些对于在这场活动甚或往后。刚刚讲到说要520以后要罢免赖清德总统，要所有这些，那目的是什么？能够真的吹出所谓的反绿或者反赖清德的票吗？其实那一天号称这个，因为主办单位号称有25万人到现场啊，哈，其实我觉得人数多少这件事情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确实他真的有人上来啊，是。那这个人上来，你说是不是有动员或是怎么样？尤其那一天天候状况不是特别好哦。所以我觉得以那个人数来讲，达到了媒体上面看起来是声量是有的啊。那只是在这个声量的背后，究竟它凸显出了就是这个的主轴到底是什么？我必须讲，就是说这整个活动，你真的要我评论，我其实有一个最傻眼的地方，是后来活动办一办之后，朱立伦说：“好吧，那我去警察局。”然后一大堆群众就跟着他去警察局了。是，就是你去警察局干嘛？说我要去说明我没有率众包围北检，然后你的作为是我率众去包围警察局。我不太懂最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可能他觉得反正都这么多人来了，因为。你知道在昨天之前有传出来是，因为谢龙介讲说我不去，是你有本事你那个内政部就来抓我，一度传出来，说朱立伦不是一度传出来，本来是是，本来有说嘛，大家都有听到这块，所以在上礼拜，你只要上礼拜看我们节目一路延续到今天的观众朋友，你会记得上礼拜还有很多来宾讲说，对朱立伦来讲，这一仗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不是出身造反，他是真的要在国民党打一场走街头的路，所以当天如果不去，有本事你们来。
最好把我带进去，如果可以上了铐，手举起来。那时候当然有人讲他的国民党主席稳了，或是国民党在这里造民进，那个是上个礼拜你看到有很多人讲这些东西，所以426那一天应该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傻眼，就是当他说他要到中正1分局去的时候，大家讲现在的剧码不一样了吗？OK， 因为当天也许名气可用嘛，这么多人，是不是？那就去啊。好了，我讲传闻都是客气一点啦，本来就是28号嘛，对不对？是啊，就今天啊。重点是，你去就算了，你还带着一堆人去，然后我刚才讲嘛，你要去说明的时候，我没有派人，我没有绕人去包围北检，然后你带了一大堆人去警察局，去中正1，然后更奇怪的是，你看到媒体的报道嘛。他去那边，他否认北检那一天是他绕的人，怎么可能？他没有号召群众，叫所有的党公职全部要到北检吗？我今天听到国民党的朋友，他是这么帮他解释的。因为朱立伦绕的是党公职，不是绕的群众，所以群众跟他无关。不然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当我对整个活动走到最后，怎么突然变成有人去包围中正1？还好事后平和落幕啊，平和落幕。先讲一下啊。那回来看啊，确实，其实在这一场里面哦，这个大咖都上去了嘛啊，然后这个国民党看起来这个党公职啊，很多人在做这个所谓议员也都去了嘛啊。那当然，对民众党来讲，民众党在这个场子里面也表达了他们想要的看法。是。那我其实老实讲啊，我先讲我自己个人对这个2个政党，因为是2个政党这个看起来要大合作嘛啊，我认为国民党在这场上面哦，面子看起来有，但里子没有赢到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后来喊出来说要叫赖清德下台。对啊。这个最早其实是谁喊的？黄国昌喊的嘛，黄国昌最早就他们倒个国会干什么？赖清德不下来没有用啊，那讲过很多次了嘛。那看起来所有的基调从那一次的这个朱立伦跟黄国昌会面，我们那时候其实就讲过嘛，就说看起来朱立伦为了让会面能够平和，黄国昌说什么他都follow哦，黄国昌只要讲啊，我也个人非常有感觉啊，什么都有感觉这样。一直到后来定调，朱立伦在那里喊说：“我们就是要叫赖清德下来。”实务上达不达得到？我想待会来宾会有评论嘛但是最少在这个场子里面，你看黄国昌意气风发了，国会这一仗我们不会缺席。今天更可爱了，今天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叫张启凯嘛，张启凯说：“这个说实话，实务上面如果要罢免赖清德有点难度，所以应该要再从国会出发。”再去怎样？再去罢免民进党立委？我也讲真的，这个民进党在这一战里面，说实话，你要实质参与，你不缺席的方式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因为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是被罢免的这一战嘛。你说那一天有没有把大家的这个情绪冲出来？我有朋友也到现场去而且他老实讲，他不是被动员的，他自己动员人。好，他不是被要求说，因为他开始去揪嘛，去揪很多人就说，要不要去啊？大家干嘛集合什么？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坐游览车去的啊。可是对于这些国民党要被罢免的立委来说，他真正遇到的困难是他现在2阶，现在传出来最少有19个区吧，还是20个区，基本上2阶门槛都过了。那有几个区确实是有点难度，我觉得罢团也很务实啦，就是说你不会过的，基本上就是在努力也有几个区在努力可是对于这些要被罢免的人，他真正的危机其实是到了罢免的那一天，就是3阶投票的那一天。国民党能不能有这个动力，要求他的支持者能够出来帮他投下这个票？所以你看昨天的那个426的那一场的这个大拜拜这个我为什么讲说大拜拜？因为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哇，很多人很激愤，可是你真正看到激愤的，就群众上面来说，我看到最激愤的是民众党的人，我想在座所有议员有在现场嘛？我会很大声的、很激愤的，民众党来表达他们一贯的想法反正非我族类，你们曾经怎样，我通通都批评。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直接吞，直接就吞了。我再讲一次，你对你的国民党从政同志非常不公平。他们错在哪里？好，你说吞好，你为了什么蓝白合作就算了你现在讲像小平跟淑慧这些，就是直接民众党有人要点名他们。那当然，他们都有讲说，其实像小平有讲说，那大战略蓝白合作什么什么这些，然后黄国昌已经说翻页嘛，大家翻页就翻页，重点是在针对绿营，就是这样。但你对国民党不该吞，黄国昌的翻页也压制不了他的群众嘛，他的群众一样在下面不断的这个发泄他的情绪嘛。那我就讲，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国民党认为说，因为有一个黄旅警如，因为包含到今天有新北，然后也有人被带走或者怎样，新北基隆，只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好吧，那以前那个黄国昌会讲说过去的翻页，那我就问国民党嘛，柯文哲
北市长的那一些事情，你们是不是也翻页？柯文哲北市长的那一些事情，你们是不是也翻页？难道批评柯文哲的只有在座的赎会议员跟钟小平吗？也不是嘛。但国民党就吞了啊，所以我讲这个吞其实对他的从政同志不公平的啊。所以我就讲第一个，群众的部分很激烈的表达他的主张的，跟在场不一样，就是小草。第二个是台上的政治人物啊，韩国瑜又再一次的告诉大家，他非常会打麻将啊，就你能够，你为什么一定要清一色，不能凑一色？啊，我如果能够天胡，我为什么要屁胡？我也不懂哈。就是说，每一个从政都是这样嘛，每个人谁不希望最大？我就光讲一件事情啊。就我先讲一下，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打麻将，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清一色跟凑一色。清一色大家都知道啊，就全部都是条子啊、筒子啊、腕子啊这些。凑一色就是除了条子、筒子、腕子，你还要再加上可能有字啊，什么东西南北风这些。韩国瑜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都是民进党的委员吗？全立法院都要民进党的吗？国民党、民众党难道就不能在这？他的意思是要表达这个，因为我怕有些人就很认真的在麻将上面看，为什么清一色跟凑一色跟这个有什么关系？韩国瑜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好不好？OK， 来，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台数不同嘛，对，台数不同嘛哈。不，但是我讲一个，有时候其实对群众来讲，他都很直接了啊，比如说。大罢免这件事情，国民党过去在批评大罢免的时候，他怎么去说服他的群众？他用最简单的逻辑，他不去跟你论证说国会到底谁表现好不好，他只跟你讲这叫输不起。民进党就是输不起，所以你国会席次输，你们就搞罢免，把它弄掉。蒋万安刚才也讲了，选出就翻桌，他还是要维持这个论调。那我就再问一个，那你今天把这个矛头对向赖清德，会不会也是输不起？就国民党的危机感到底是你的危机感到底是因为赖清德在那边要弄掉你的危机感比较大，还是今天你那20-30个那个立委他马上面临到2阶，因为2阶现在看起来40天的快到了嘛，但这再收一收，这个时程表都出来了。就对于这些立委来讲，我相信他的危机感会跟朱立伦的危机感是完全不同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在那个场子里面，你到底催出了多少的人？愿意在那个选区里面去挺你国民党的立委，为什么他要行诉赖清德？我个人粗浅的想法啊，因为你要搞倒阁，国民党内没有共识你的国民党的立委也没有共识，他行诉另外一个目标，不能讲他没做事他现在行诉了一个，我们把赖清德拉下来，好，我们大家就一直生气，那我就问一件事情。你怎么弄赖清德？就实务上面当然会有一个席次的问题啊，但我直接大胆预言。你接下来是不是国会继续搞抗争？你唯有这样，就在国会里面不断的抗争，你才有办法去延续那个。你看，你行政部门就是不 OK， 我所有东西我就是给你挡，我就是给你怎样。那个对国民党的这个阶段来讲，如果你再走这一段，会不会加深这一些国民党立委们他的更大的一个危机？因为他之所以会面临到今天的窘境，就来自于国会里面，从国民党以上，从国民党以降这一些都告诉你讲说，我们这边就是砍，我们这边就是动。如果你要再延续这一个，我还是回到最根本的问题。4月26号的那一天，一开始大家认为说是针对黄吕锦如，因为那时候最早的目标就是黄吕锦如被带去北检的时候，他就喊426我要来，怎么会到最后变成朱立伦带着人去包围警察局，为了自己？我不懂，那现在对于这些蓝委来讲，你今天把这些带上来，这一些人不是都你蓝委的选区的呢？有些他们说那个在地摆联署站，我都不好意思问，说你们在旁边摆联署站，你们收到多少成效？要是民进党要是罢团，他今天要搞操作，我就告诉你，我这一场里面我们收到多少联署书 ？OK， 你国民党那一天你真正收到多少联署书，去针对你要罢免的立委嘞？淑慧，来，你们自己评估426那一场。当时到底诉求跟后来大家看到的，包括慷慨激昂这些层次，当然现在听到了，朱远就直接讲520以后，因为要1年以后才能罢嘛，520以后罢免赖清德，然后提弹劾，然后呢，包括针对绿营的委员，然后如果要是2阶，然后纳入考核，意思就是你们大家谁不动就看着办，这是当时的诉求，或是你觉得那426这场真的达到了吗？我先讲426哦，虽然说可能民进党的朋友会一直说啊动员啊，南部动员多少，但我要很负责任的讲，我身为台北市议员，我没有收到动员令，我也没有动员另外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能力动员啊。
我本来3点先上一次台嘛，然后后来被接到通知说4点半要陪蒋万安再上一次台， OK 所以我就在周围等啊。结果我发现4点的时候，我在台大医院的捷运站还看到很多人从捷运站出来，而不是说从捷运站离开。大家知道我们的活动是3点开始，通常到4点可能有一些人已经陆续要走了，结果不是。我还照了照片跟影片，还很多人从捷运站这样挤出来，然后警察还在那边维持交通秩序，所以那一天的致癌客确实很多。那我事先也很多这个地方上的人士，甚至有企业界的人士主动跟我讲说，我那一天要去凯道。所以后来大家从空拍图也确实看到说，蔓延到中正纪念堂，然后整个这个景福门那边的圆环几乎是满的哦。所以我不想去说到底有多少人。那我事先也知道说，不管是20万、30万、40万，未必会撼动赖清德的做法。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一场的这个游行？这段时间内不管是蓝营的支持者，或是很多所谓中间选民，他们对台湾是有忧虑的。在关税战的时候，我想，即便是民进党支持者，也一定听到很多企业界人士说，不要再搞政治斗争了。就有一位台湾非常非常的重量的企业界大佬他的女儿就跟我讲说，上个礼拜我爸去见赖清德，跟他讲不要再搞大罢免了。但是赖清德总统跟他讲说，大罢免不是我们弄的是罢团，反正就是一套老话。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管你是担心关税战，担心台湾的经济，担心台湾的司法，担心台湾的民主，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会让大家想站上街头。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场合，一个机会让大家走出来街头。那如果2届又变成20比0的话，那党中央又面临很大压力，所以它变成要双管齐下去催嘛。那催这个第2阶段的罢免立委的目标，可能就是说，如果你罢免掉这些立委，我们在国会就有机会更多数，可能就可以罢免大家想罢免的赖清德。或许他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会有一点 confused。像我刚刚接到了所谓的那个公文，就是考核的办法等等的可是除了罢免立委的那15个选区以外，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选区的立委都面临被罢免中。所以像以我来说，我内湖南港，我其实没有能力去跨区支援士林北投的罢免吴思瑶，因为我要全力的先保护我们的李彦秀。对，所以像我昨天才帮彦秀姐办了一场很大型的活动，所以我不知道说他把我们跨区资源也纳入考核里面。如果我收不到士林北投的联署书，我是不是就会被考核，被怎么样？那我在就下一次提名的时候，对。但是我如果在这一区，我把彦秀姐顾得好好的呢，那可是没有列入考核里面。他觉得那是你应该的。对，那所以这个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同样一个台北市。哪一个住士林北投会跑到我内湖南港来把 credit 交给我我也不晓得可能中南部会有这种情况，他可能户籍在中南部，可是在我内湖工作可是如果你说这个市北跟中正万华，我实在是无能力去跨区收所以这一点我们可能还要跟党中央再去请教。那第2点我比较困惑的是因为我收到的里面是说罢免15区的立委，可是我算一算，其实我们要16个才够因为你要国会要2/3，对啊，要到76席才能罢免赖清德嘛，所以要罢掉民进党的16位嘛。没有够，因为你们现在是原住民不是你们52嘛，52加8 2党友，加2个党友54，然后再加8席是我帮你们算过了，那是62，所以你们只要有14席能够罢掉民进党的，全部不是，可是对我们只要14席，而且全部还要赢没有，可是那15席里面有两席原住民原住民没有补选所以没有用。对，所以还要再多罢1席区。那你们现在所以还要再继续，而且还要另起炉灶吗？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可能这个要算得很精准，就是你要能过2阶，而且这些选区都要能赢嘛，你才会能诉求说罢免赖清德。所以为什么之前台北市有很多民意代表，起码是台北市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比较倾向于支持蒋万安所提出的倒阁，因为倒阁是现状国会就已经可以做了蓝白加起来就可以做，这是第一个。第2个，其实赖清德也有2种选择方法，身为总统还有2种选择方法，就是换掉一个行政院长，更好的去处理关税战的问题。
白加起来就可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赖清德也有2种选择方法，身为总统还有2种选择方法，就是换掉一个行政院长，更好的去处理关税战的问题，又或者是他觉得说民进党想要拥有更多数的国会，那就解散国会重选嘛，哈，他的选择权也有，然后蓝白也现阶段就能做，不用再透过这么大规模的2阶、3阶，哈，对，所以之前国民党的北市的一些民意代表比较倾向于支持蒋万安，但是在蓝白谈过以后，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哦。我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这2天很多人就是非常关注我哦，就是拿说，是不是国民党不够护党员？是不是国民党被民众党吃豆腐啊？国民党身段太柔软啊！我必须要说的是，其实到昨天的下午，我都还在考虑我是不是不要上台，因为我已经知道民众党他们为了要逮到把握时机呛我们，他们从早上10点就去占据第1排，海景第1排的位置 VIP 位置啊。所以我们如果上台必定被呛，而且不会听不到啊。所以其实我有一直在想说，党中央会不会怕惹麻烦啊？就叫我们不要，对，就事先把我们搓掉。因为少我一个有什么呢？当天100多个议员都有上台嘛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党中央叫我不要上台，我就不要上台嘛，没有关系哈。结果其实党中央从头到尾都没有叫我不要上台，然后我们文传会甚至还说，这是我们国民党的主场啊，你当然要来啊哈。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卑躬屈膝，就是因为没有把我戳下台，我有机会上台，他们才有机会呛我下台，对不对？如果我从来都没上台，他们也没有机会呛我下台啊。所以因为我站上了那个舞台，我站得上那个舞台，他们才会有机会呛我下台。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国民党其实还是有拿捏我们的立场啦，对。对。那当时是因为你是因为你是金华城那个案子召集人，对对对。然后因为这整个案子，所以你也变成就所谓的小草的箭靶了。这些对对。事情发展到这样子，然后现在看起来蓝白不管在罢免，甚或在未来是不是可能都有蓝白合的这些？对。你对于当时做的这些，还是无怨无悔吗？还是觉得当时如果知道今天是这样，就不要当召集人，或者不要做这么多？也许还好。其实我当时就没有要当召集人啊，因为我当时被派到金华城就已经是党团抽签指派我去的。我去的时候我也说我不要当召集人，因为我不是选区的议员，然后我也不是第一个去谈这件事的议员。事实上，在进入金华城小组之前，我对这个案子是完全不了解的。OK， 我是对北4科比较了解啊。那所以我说我不要当召集人啊。那召集人，我认为许淑华比较适合，他是选区议员，又是第一个揭露这个案子的。但是我们党团觉得说，国民党既然是多数，你就不能够哈。所以后来我们两个是抽签抽到的哈。那你说这个是比较倒霉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不要再去回过头想，悔不当初这件事情了，因为你去想也没有用。对对。可是你这个字里行间就有一点觉得，怎么那么倒霉抽到？你说当时这么倒霉，说就算你现在想你这个字眼，如果你讲是无怨无悔，那就算。没有。如果你讲说下次要讲了，但是我觉得这么倒霉抽到，不是此刻想的这样想，是我当时抽到的时候，我就想怎么那么倒霉抽到，因为我说我当时就没有想当嘛，是被逼着去抽的嘛，所以我当时为了不想当，我想说那就用抽签的，起码我还有1/2的机会不当。对，所以我其实当时就不想当，因为我觉得我是现在才开始了解这个案子，当然比不上原本就了解这个案子的，而且也比不上选区议员。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任俊讲？那对于柯文哲前市长，因为他任内还有一些其他的案子，那对你们来讲，会不会因为这些减低你们的监督力道？你是说其他没有啊？像我这一次上个礼拜的质询都发学授，我还在追金华城的事情啊，我还在追金华城的事情。然后我前几天跟蒋万安市长在党团会谈的时候，我还非常生气的在质询这个南港转运站，也是柯市长任内标给星光，然后现在也严重 delay 的啊。市政归市政嘛，我不能因为他是前市长做的事情，现在都不敢碰嘛。只是说市政的问题跟市政的弊案是两回事，有问题的有弊案的。该查还是要查，即便他是蒋万安市长任内出现的问题，要不然我当台北市议员，我在当什么？会不会担心影响到你连任？
那倒不然就不要连任。对啊，政治缺了游淑慧不会怎么样，游淑慧缺了政治也不会怎么样。OK， 你看到这个，因为这次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淑慧上台的时候，对，也有媒体有报道到这一段了，下面有小草有在喊这些。可是蓝白阵营显然你看到那个场合，当黄国昌讲出他们一定参战，意思就是不管在国会，不管在未来这一块，那白营绝对不会再罢免啦，或各方面这些缺席。所以冠廷是现在是面临到包括赖总统也有讲那。蓝白阵他也是直接讲，国民党、民众党号召群众上街头，要不就到北京天安门去抗议，然后也不要卑躬屈膝，所有这些。当然，大家看到那个动员的过程，虽然有一些小插曲，说有人被讲成是外籍移工，后来他们说我们不是啊，我们就是外籍配偶，为什么要把我们讲成这样？今天还扯出了一些的诉讼要去告与否。可是整体上面来看的话，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他们要一攻一守之间。要借着这样的一些方式，你觉得可以达到？我先讲我觉得社会都有一把尺啊。刚刚我回应一下，淑慧议员讲了很多，就是他在昨天426这个过程我觉得金华城这个事情是异常的，它背后是不合理的。我觉得社会是普遍都应该有多少这样认知。可是柯文哲跟民众党的信徒不愿相信这件事，所以把怒火发泄到游淑慧跟钟小平议员身上。另外，罢免这件事情。不能有死亡联署，不能作弊。我觉得社会这把尺也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情？就是426对我来讲，我个人最大的一个心得，无论现场是6万人还是25万人，国民党是叫得出人的。我跟你讲，我是很正向的。我的正向是说，我们等一下待会讨论说那个有到底是移工还是新住民，等一下讨论。可是现场就是有人，如果国民党叫得出几万人在现场，现在这个画面，是你为什么？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要用死亡联署。你就是说随便这些人随便找也找得到第一阶段的人来，这也许叫认真找。那你可以认真找啊。你为什么要搞到变这个样子？而我 care 的点是，哪怕到了今天，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出来跟社会讲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先讲朱立伦他们现在在处理的方式是说，好，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联署的翻页，我们2阶段。所有党公职全力冲！不对，你1阶段就是因为死亡联署，然后现在搞到这乱七八糟的事情，甚至有这一场活动，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嘛？因为黄旅警如，因为市党部，因为有人被搜索，你们认为不公平。可是核心的点是因为你们有异常跟大量的死亡联署。可是你这件事你完全没有要去解的意思你现在直接告诉所有党公职，来前面的事情眼睛闭起来，耳朵捂起来，不管了。不用道歉，不用解决，翻页了。我们2阶段全力冲，我们往前走，然后下军令，还发公文给所有党公职，跟大家讲要有30%，不是这对吗？这逻辑对吗？这逻辑第一个大错乱嘛，第二个大错乱，当时国民党想说呼吁停止大罢免，一直对赖清德喊话，我觉得各有说法。我们当然民进党认为说是公民团体发动的啊，国民党认为说没有啊，明明就你民进党在背后协助，这个各说各话，我尊重。可是你们说要停止大罢免，你们的解法是罢免民进党的立委。你知道国民党多少支持者在地方是非常困惑的。你们说要停止大罢免，你们的解法是罢免民进党的立委。你知道国民党多少支持者在地方是非常困惑的不要罢免不要停止大罢免，结果你要我去联署罢免民进党立委，结果426完更加码了，现在不是罢免民进党立委而已，要罢免赖清德。是，你知道这个跳跃多那个思路要跳几层。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国民党的人，像我今天稍早跟那个秦惠珠议员同台，他就很嗨嘛，然后大家就讲说我们至少虽然不会过，但我们至少有提案的历史留名。然后因为历史留名嘛，我们就上网去查，对，历史上真的有罢免成功的李宗仁李宗仁就说李宗仁啊，国民党自己罢掉自己的当时的副总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历史留名好提案啊，那又怎样？不是你有没有解你们现在最当务之急的问题？你们最希望解的叫停止大罢免。那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要被罢的这个因有没有解决？我们一直在讲嘛，但他们不管，那没关系，那就只能继续往下走嘛。好，我回来讲，我今天也完全没有要讨论说那个罢免可以成不成了，因为刚才都算完了，就是对要有76，对，在光在立法院要有76。好了，既然要讲好，我还是讲一下对，就是54+8等于62。
那你要罢掉赖清德，至少要提案成功。我所谓的提案成功哦，因为是最后要公民投票哦，公民的50%要投哦。前面光要提案成功，要把14个民进党的立委都罢掉，而且全部国民党选上。不，你还少讲了一个前面的。是，就国民党这30几席全部都没被罢掉，全部保住，全部保住，然后民进党全部被罢掉，35席全部保住，然后民进党的罢掉14个，这14个在全部国民党选上。对，我良心，大家蒙着良心讲哦。有谁认为这会达到这个状况？你俩，我先问一下政治学教授，请问一下，在政治学你评估这个几率大概有多少？几率是0。好，来继续。那是政治学教授范冰老师讲的，对吧？人家对。好，反正总之我还是不会多好。既然你喊的啦，我们还是花点时间讨论嘛。可是回来啦，就是说好，那最后聚焦还在426这一场活动。我还是必须讲哦，人有出来这件事情，至少国民党还是有一个浮木，是就大家觉得说我们人是叫得出来的人我比419多啊，等等。可是我觉得还是犯了很多不该犯的错了哦。首先第一个，这个今天早上我揭露了，真的太好笑。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不约而同，在早上8、9点的时候，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瞬间出现100多则，上面全部贴文，民众党、国民党加油。然后呢，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是妙龄女子。然后其中后来网友跟我提醒了，职业别大概80%都是护理师哦，很特别，都护理师哦。然后呢，上面呼吁大家426要去凯道声援，不是428今天，结果呼吁426要去凯道声援。然后呢，不敬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这是盗图嘛，讲白就不是真人嘛。这一些所有的线上这些被盗图的人，生日又都是同一天，就是点进去账号生日同一天。好，再来哦，还去盗那个现在那个富邦啦啦队女神李珠恩的图也盗了。428当天，就今天早上，其实是发生搜索的事情嘛。如果这个贴文是讲说，哎呀，民进党又在怎样了，那就算了。你现在还去呼吁426要去凯道声援，这只有一种可能嘛，就是机器人设定的时间设定错了嘛。所以我现在网友就讲说，那个是不是时差嘛？这个不该犯的错嘛。这代表什么？426这一场的游行，这一场的运动有网军的痕迹嘛，而且弄得很粗糙，怎么会今天突然出现在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当然这2天大家都在讨论，这到底是移工还是新力平啊？我来前情提要一下。总之呢，就是在整个活动，我们看最下面这里，就是出现了很多戴正前帽子，然后看起来不像是本来所谓的台湾人的样子。那后来呢，就很多说，那看起来像是移工，为什么呢？因为有媒体去采访，问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然后呢，一开始中文对方不会讲，后来呢就用越南话跟对方讲，因为认为对方是越南人嘛，然后对方他们就讲说有一个哥哥带我们来这里的，所以看起来是有动员。好，现在有2种说法哦，一个说法就是因为被指那个帽子是郑前戴的嘛，那郑前他们出来说这些不要侮辱这些就是新住民啊，他们是新住民。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出来认是这位何小姐。他是本身是开一个就是养生馆的一个朋友，那他跟郑前也认识，郑前开幕啊，也在那边消费过什么，这都 OK。但是这一位何小姐说是她找带这些新住民过去的，不过如果是新住民，那个也跟我理解的新住民的样子不太一样，就我自己主观会觉得比较像移工啦齁。那无论是移工还是新住民，其实这变到一个状况，因为他们甚至还有人说这是新住民2代哦。没有会完全没有违法吗？为什么？你看哦，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贴图，从上礼拜4开始，其实有一些媒体就有报道，就是说在426之前，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越南文的招募，就是当天去现场的一些文章，包含说我要20个人去服选，每个人800元，有保险，还蛮注重劳权哦，有保险。然后呢，去了就知道他们在搞政权抗争，所以需要更多人去。当然，是不是这个号召去现场的不知道，可是现场确实出现了很多移工也好，新住民也好，还是说所谓的2代也好。可是这一些人现在就大家就讨论逻辑了嘛。如果是新住民的2代。照理讲完全不会中文，因为新住民2代在台湾长大，国小国中就在台湾念嘛。那如果是真正的新住民，那我觉得 OK。可是如果是动员移工，有没有违反选罢法？因为选罢法其实有规定嘛，外国籍的是不能参与台湾的选举，辅选也不行。如果最严重就是如果真的有钱，那是不是有涉及到贿选？我现在就是有人去告了嘛，就那个林志杰教授他们去告。那现在新竹地检署就调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查个水落石出。那不然这场活动国民党本来办得很开心，结果因为这件事情戴着郑前的帽子也会蒙上阴影。OK，范老师，好了，虽然你刚刚讲几率是0，可是就某种就不管它是不是0，
可是他的气势，或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就罢免赖清德这个口号，能够把蓝营的人带出来。朱立伦在这上头，包括讲说他到了中正一分局，那要去直接去，有人用自首这些字样，有人说直接去那边说明。不管怎么讲，他总是办了这一场，让所有的蓝营人知道，你们不要再讲我没有做事。我把蓝营的人抠了这么大的场子，让包括所谓刚刚讲一攻一守之间，我好歹搭了一个舞台，让所有的情绪有的宣泄，让所有的人能够聚集这些，让大家知道蓝营也不是吃素的啊。对，朱立伦那天的确是这个非常的夺眼球啦。他讲那个罢免赖清德，这就是神来一笔，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虽然我刚刚讲过，实际要达成的几率是0，但他具有煽动性啊。好，然后你看他那天结束之后，他带着群众去中正一分局，我认为是朱立伦应该是近20年应该在马路上走最久的时候了。因为他当桃园县长有坐车啊，不可能让他走太远嘛。当了这个新北市长也有坐车啊，当了行政院副院长有黑头车啊。所以我认为他从这个台大毕业之后，应该很少从凯大到格兰大道用走的走到中正一分局，大概要走20分钟了啊。那表示终于他要越接地气嘛。不过我觉得这种去投案，他就是要煽动群众的不满，就是我不等你抓，我亲自去看你要怎么样用这个司法来整我。有一种这种壮士牺牲。上礼拜你记得吗？那时候当勇敢一开始讲说我们不会去，对，那内政部长有本事你就带人来抓我，对，大家就讲那朱立伦是不是也不去？那杨就大家都不去，对，那不去就会塑造出另外一个，尤其在因为现在朱立伦还在喊的口号是包括大罢免、对，大搜索、大收押，所有这些，那就是我党主席，我当党主席，然后。国际媒体会报一个在野党党主席继柯文哲，那是因为他涉及到有刑事上贪污啊什么这些罪，但对朱立伦来讲，这个就比较像是因为政治问题，然后政治事件所延烧出来一些的罪嘛，集会游行啊这些。那对他来说，这不算是个勋章或资历吗？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讨论要不要选党主席或什么，他已经超脱出这些了。对，他最好你就把我靠着让我去。对，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最希望他就是变成英雄了嘛。他最希望他就是变成英雄了嘛。我为了打牺牲，他直接去啊。对，我就去啊，任你处置啊。对我也不在，我就是主动投案啊。啊，我就是看你怎么样把我铐起来最好，然后出来，然后镁光灯拍，他就等于是在国民党内他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嘛。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我是觉得大概是50年前那种党外人士啊，在抗争的时候，他们会做这种事情的。就是你国民党警察把我抓进去，对不对？啊，我出来我就变英雄了嘛。怎么50年后朱立伦还在玩这一招？我记得最有名就是1977年到中立事件。那时候因为国民党的做票嘛，那时候这个许信良他是在野党，他们带着群众去包围中立分局，后来把中立分局烧掉。怎么现在主客意味变成国民党了？只是说我是觉得50年前的国民党是执政者，今天变成在野者，但他用的是过去的方法，我觉得感觉并没有进步。而且朱立伦讲说，不是我带头的哦。他说他不是他带头的，可是那天警察现场拿的大声公是指名讲朱立伦哦，指名讲谢龙介哦，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敢担起来嘞？你就说是我带头的，怎么样？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没有，他说我不是我带头的，不是应该要这样讲？应该这样讲啊！他说每个人都是首谋。对啊，对，所以在讲这个你也有去哈？不是，你也是首谋。那一天我们426去的时候，党部就发给我们一个贴纸，叫我们贴在身上。我是首谋，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会有结束那一趴啦，我不知道。所以开始其实就设定好会有这一趴了，根本就已经对，只是因为根本被我们那时候阴了吧？很多人都穿雨衣贴不上去。对，那个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国民党那个黑名单，有没有？大家都戴个面具。啊，对，有一次，所有人都是，每个人都我就是黑名单。你那个他混在群众里面嘛，啊，党外的民进党活动嘛。就你要抓，你不知道抓谁嘛？啊，那国民党也学上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直在跟民进党在学招啦。我是首谋，你来抓我。但是问题是朱立伦他那天的表现一开始很激昂，可是进去之后他说，我不是我带头的。然后他又说这个是宪法赋予的人民的权利。可是大家都知道啊，法院是不能够陈抗的哦。难道你不晓得？朱立伦，你也是个在留学美国的博士，你是台大的这个会计教授，你这个法律有规定嘛？你怎么用宪法来说要把自己的罪行给豁免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不通啦。
但是我知道朱立伦最近讲的那个，他们这个口号叫反绿共，然后这个战独裁。但是据我了解，对岸对反绿共这个字是有意见的。为什么？差不多你觉得共？你觉得绿共这两个字是反绿共的话，这两个字绿共是贬义词还是赞美词？贬义，是贬义嘛？那绿共是什么的？绿色共产党嘛？那等于你朱立伦也反共喽，你也反共产党哦。那你国民党怎么跟共产党交流？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光4月份国民党3个大咖去中国，都见了宋涛，这个连胜文啊，这个他们副主席夏立言，还有还有这个谁洪秀柱都去了嘛？那你怎么你国民党也在反绿共？所以你看昨天那个。中国电视台那个礼拜6中国电视台有没有报道？有，可是他只有讲战独裁，他没有讲反绿共，因为中国人不晓得什么叫绿共啊。绿共是什么东西？他们会觉得奇怪，绿色是民进党，民进党怎么会变成共产党了？他们连不起来啊。而且反绿共把绿字拿掉，被什么？变反共啊。那你台湾有反绿共那个也有反蓝共，也有反白共，台湾全部都反共。那怎么然后而且什么叫反绿共？是因为他们说有共产党的间谍，渗透到台湾嘛？那表示朱立伦也认证喽，中共是有派间谍哦。那中共不会承认啊，他不想承认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而且你国民党要反共，你反得过民进党吗？对不对？你搞不，而且你如果今天你说反绿共，因为我看那个黄国昌就他会喊的，你看总统府里面都是绿共啊，在养绿共。好啊，我今天这个赖清德已经办了绿共了嘛，对不对？总统府自己也办了，之前吴钊燮当外交部长的秘书也办了，那我接下来我办蓝共办白共，我就有正当性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蒋万安讲这个反绿共，你不是反而是给把这个球做给了赖清德嘛。所以赖清德礼拜6他是有备而来的哦，他明天去参加一个活动，他是可以不用受访的，他不但受访，还拿出烤肉架，我就是要讲2件事，第一个。因为台湾不只有绿共，还有白共，还有蓝共哦，对不对？好，那第二个，他说怎么样？你们要抗战独裁就去北京，好，那为什么他有讲这句话？因为2014年6月，他那个时候去上海访问，在复旦大学的校长面前，那时候有公开影片嘛，这2天大家传嘛，他直接讲台独，他直接点名6·4事件，就我敢这个在中国战独裁，批评中国的对人权的迫害，6·4事件的这个学生的屠杀，你们国民党不敢，所以他讲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乱讲啊，他是有准备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昨天这一场那礼拜6那黄国昌为什么会说一定要守住国会？就是不要倒阁嘛。倒阁的话，国会他的8席就没啦。所以他的弦外之音，守住8席，就守住8席嘛，就白银8席，关键的8席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了，你说那天人多不多？真的人够多。对，这个没有什么好会，对，没什么会，谁多谁少，这本来就看也知道嘛，对，不管有没有动员啦，对，那动员来就是，如果能动员出来，是票是能够那些都是啊，对，然后对国民党的士气有没有提升？当然有啊，但是我刚看的是这股气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还到今天为止还沉溺于那个礼拜6的那个荣光跟那个欢乐当中。反正为什么今天台北市党部主委？本来是这个张延廷嘛，后来马上就说是就换成戴行清啊，跟党中央还没有一时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还在怀念礼拜6的那个光荣岁月。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要看的是下一步啊，怎么走嘛？因为我看起来罢免没有停止哦，而且这2天罢免的情况联署书反而增加嘛，因为大家看到你蓝营这样子动员啊，这么多人，他们罢团也动员也紧张啦。而且很多本来罢免会被人家骚扰的地方，因为那天大家都跑去参加凯道游行的，所以不会被骚扰，大家就罢的就签的就更轻快了嘛。人家不是吧？不，我大概建议一下朱主席啦你可能先跟你的文传会稍微先沟通一下因为在国民党的这个网站里面4月17号文传会发了一个新闻稿大家可以看得到朱立伦主席呼吁全民一起站出来，今天晚上北检见。你们还发贴纸给议员们，叫他们贴在那边，我是首谋。你们的自己的党的文宣还在你们的网站上面，还就是你朱立伦呼吁大家赶快都站出来，一起到北检去。结果你现在说跟你无关，
那好，后知先问一下，刚才范老师讲另外一个426结束呢，因为罢免看起来没有停嘛。今天上午包括国民党新北党部、基隆党部一样有被搜索，然后一样有人被带走。OK， 也就是说该办的，看来照司法的那个步骤，该办的还是有在办。然后呢，整体看起来的话，包括罢团今天讲说，那未来如果他们希望能够在5月8号差不多那个时间能够一次送，能够在全国一次把蓝委的能够过2阶的一次投票，那看起来时序都还是在往下走啊。那国民党接下来呢426以后呢，苏会长的攻守之间，包括朱立伦是喊完罢免赖清德以后，这些步骤要用什么他才能够延续的走下去呢？这2天你看到一些民调，虽然你说赖清德中的民调，不管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啦或什么这些，多少有受到一些的影响，可是这跟这个罢免它还是2回事啊！你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在立法院拿到76席，然后能够过了立法院的2/3，然后再到民众去投票获得50%，那这目的到底是什么？可是这跟这个罢免它还是2回事啊！你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在立法院拿到76席，然后能够过了立法院的2/3，然后再到民众去投票获得50%，那这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先讲赖清德不是那个朱立伦喊罢免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啦，就是说那天人的确很多嘛，然后前面的每个都嗨嘛，你看韩国瑜讲的，朱立伦不是韩国瑜讲的，黄国昌讲的，卢秀燕讲的，每个人能量都比较大嘛，那他压轴要讲什么，对不对？你如果正常讲，你就全部被前面盖过嘛，所以只好去讲一个比较重咸的嘛。不管会不会成嘛，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不然你要他怎么办？可是他不是讲完就算了，520真的会干啊。但是他把苗头瞄向赖清德是对的，但是我们就知道罢免是不会成，真的不会成。一方面，刚席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好，再一个就是说他还要全民复决嘛，是啊，投票权人的二分之一，然后投票人数的1/2嘛，那个比当选总统还要难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像当初蒋万安讲倒阁一样，喊可以不能当真呐，喊可以不能当真，但是你看他今天又下那个令，就感觉有点要当真的样子啊。是啊，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今天来讲没有错，你的426的人数很多，你纳斯卡线出来比111定勾机也多，比419也多哈。那即便是动员出来，可以动员出来就是厉害，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蓝营原本士气很低嘛，在这时候的确需要一个强心针，不然后面不知道怎么办嘛。那你问题，你接下来的步骤才是重要的嘛。那我们先讲赖清德最近的民调好了，我们会看到说，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一波的民调，这一个美丽岛电子报，一个正传媒，大家都出现同样的趋势，就是赖清德的确掉得很凶嘛，的不满意度美丽岛电子报不满意度是47.3创历史新高嘛，那。满意度47.1是除了就职当天以来的最低嘛，好，那死亡交叉不死亡交叉不谈啦，就是说那正传媒的状况也大概差不多这样。那美岛电子报还有一个特色是说，它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是创历史新高嘛，55.6的满意度嘛，然后40.6的不满意其实不高，就是说它原本上个月是创新高，然后那个满意跟不满意拉得最开。这一次碰到死亡交叉，这中间一个当然是川普关税，一个就是说，当碰到关税冲击的时候，民进党还在大罢免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民众其实是不满。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那赖清德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上个月我们会看到的时候是那个上个月那个历史新高的时候，是民进党那个盘是有史以来最大。那个绿营基本盘48.5是我在美岛电子报从来没有看过的数字。那这一波其实就掉下来。那赖清德昨天他在讲那个说要抗议，应该去北京天安门抗议那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有视总统的高度啦。就说你侧翼可以这样讲，总统不能这样讲。就他另外一个国家独不独裁关我屁事。你为什么觉得我应该要去抗议这件事情？那按照赖清德的逻辑的话，那我反川普关税，我是要去白宫抗议吗？还是要去 IT 抗议吗？那我让你行政院干嘛？就说他讲这件事情是失格，然后再来一个，他讲这件事的背后在反映的是什么？民进党还是跟前一个月一样，就是说我只要基本盘，我不要中间选民的逻辑啊。
我认为中间选民最好不出来投票，我基本上够大就好。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的状况，你这2次的差异告诉你说，民进党在基本盘这块是在萎缩了，但它萎缩之后还是比蓝的大。好，但是没有那个距离，这个差距是在接近的。那回过头来讲，蓝营现在的策略应该是什么？你应该说，好，民进党赖清德不要中间选民，我要中间选民。好，我应该趁这个机会去拓展中间选民，不管是未来的4100亿的特别预算也好，还是说其他议题也好，你应该这个地方去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因为你今天为什么大罢免会搞成这样？就是你过去1年国民党党团就是没有在跟社会对话嘛，没有在沟通，没有在空战嘛。好，反正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嘛。那你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些人气的时候，其实你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好，来得及吗？不，多少要做啊，不管来不来得及啊，还是要做。因为趋势长在这里嘛，趋势长在这里嘛。赖清德这个会不会是谷底？不见得，不知道啊。但是如果说民进党现在还是说我只要大罢免，我对关税束手无策，还是叫大家安心睡的话，就会继续掉嘛。那你国民党现在状况应该是说，那我在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做一些让民众觉得我是中间理性选民愿意站出来的东西嘛？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说，朱一伦有点把那个昨天东西假戏真做，就是他在426喊那个无可厚非啦，因为不然没别的东西嘛。就喊喊嘛。好，但是你不能够真的这样去做嘛。你今天比如刚刚淑慧讲了，你教他怎么去联署嘛，然后呢，那其他的状况就是说，你火车对撞，你现在的状况你就是比较小。好，你今天是要靠中间选区搬你的大罢免。你不能靠蓝营基本教义派，就那些基本教义派出来很嗨，但是你如果还要回到过去那一个，就是说过去那1年立法院的表现的话，你好不容易凝聚了人气，你很快就吃干嘛？你刚才的逻辑基本上还是觉得他们应该先守那35席，想尽办法用不管是诉求中间、诉求什么，先稳住那35席，想尽办法，然后再去考虑。要不要罢民进党那15席，甚或有没有什么赖清德的大罢免这些？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状况大罢免，刚刚已经讲了人数了，就是你除非你今天要倒阁重选啊，好，你或许有机会，但是问题看起来也不够了，好，那所以你今天来讲那个东西，就是说凝聚蓝籍的支持者，好，说这些一切都是赖清德的问题，你可以做到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能够真的说我要去罢免赖清德这件事情，把它当成就是。假戏不能真做了，因为你就是没有。你觉得他在真做了吗？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点那个样子，下不了台啊，要不然你要他怎么办？他说我已经讲了，我讲完那倒阁也吞回去啦。有时候这有什么不能吞回去的？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讲说，立法院或你未来这个表现，你怎么去守这35席，让中间选民愿意出来？因为其实你看到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民意我们不讲说个别的门槛 ，OK， 整体民意。不赞成大罢免的还是多嘛？那只是说人家愿不愿意出来投票？那你国民党应该去诉求这个，而不是说好你要罢免我就去罢免他。那问题是你那个人家这个罢免你还有可能成，你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成的空间。你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去做虚攻，然后包括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也要去想，你那个2个公投案到底还要不要做？有人在讨论这个吗？我今天也在，有人在讨论这件事吗？就说你当初是没有办法，所以因为当初士气很低，所以我要去催深蓝出来，不然我完全没有办法对抗。你426已经把蓝军催出来了，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去做？你光靠蓝军这一块是不够的，即便你声势看起来比419好，也是不够，因为419人家是侧翼在办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状况说，你中间选民这一块要怎么去诉求？因为你现在状况是。我这样讲，即便那天台上你会发现说，国民党几个大头在就是深蓝跟浅蓝之间的光谱，每个人站的角色还是不一样。比如卢秀燕就一直在讲经济，对，就是你现在要去做罢免赖清德的动作，你先回去问问看卢秀燕讲话要不要支持吧。如果没有的话，不是 no suit。将军，我补充一件事哈，就是很多人说，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裁，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干嘛去那边？不对，如果国民党不讲92共识，他不讲一中各表，他不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没错，刚才那个讲是他独裁他的，干我什么事？可是国民党就不认为是这样啊，国民党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所以既然你要抗议独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最大的独裁是习近平嘛？所以要到北京去。对，如果说国民党说没有，两岸互不隶属，那就没这回事儿，对不对？我们也不用去抗议俄罗斯啊，我们也不用去抗议越南啊。对不对？他搞他的共产，干我们什么事？就是国民党一直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第一点哈。所以蔡英文说你要抗议
你们想象最大的独裁者应该是习近平，是这样来的。将军，等一下，你们先对个口。来，不是我要讲说，我要讲说，总统的高度，那个两岸的东西论述不能够这样跑来跑去的。好，你之前还讲是我们是母国嘞，那母国应该是老共的，应该跑来凯道抗议，就是说你不能够把两岸总统的高度不可能把两岸论述上倒来倒去啦。好，你自己要搞清楚，不能那个母国的意思是说哈。在1949年之前出生的中国的人，可能还有当过中华民国的国民是这个意思。一定。但是现在国民党认同是说9·2共识，两岸各属一个中国了。朱立伦那天都在台上已经讲了反中共了，你还要怎么样？对，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讲。OK， 好，这是我等一下要讲。朱立伦脱口说出了反中共，这是你觉得他是脱口？他不是刻意要讲的。脱口，除了朱立伦，有谁说反中共？都是反绿共。朱立伦脱口说出了反中共他心里的话嘛，所以你说中国人会爽吗？你认为习近平会爽吗？你要去对抗赖清德，你反我中共什么？他脱口说不回去了啊，所以说朱立伦失言啊。对于台下这些人，你觉得国民党动员出25万人，有说他说7万，好了，就算25万人，你认为国民党动员这样很难吗？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你来自国民党，每次一点都不难。将军这个不难哦，不难。我桃园当时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我登记的车辆，一个桃园就超过2万人，桃园而已就超过2万人，要到台北去帮忙韩国瑜。你那样要有500辆车。不是你不能拿韩国瑜跟朱立伦比啊，都是国民党，差比鸡腿啊，都是国民党嘛，都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选总统，2万人500辆车，500辆车。后来还说不用，车都不用，他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就去了2万人哦，那这国民党要动员出这些人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人知不知道他要来干什么？这些人，当然你看这些我讲嘛，那天一定会有穿国旗装、穿蓝色衣服，你看是不是？我没讲错嘛？这些都是传统黄复兴的党员，他们一定会出来。那请问这些人到了凯道之后，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表达诉求是什么？出发之前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朱立伦出发之前有跟他们说要罢免赖清德吗？没有，不知道。出发之前有告诉他们要反中共还是反绿共，还是逢共必反，也不知道。出发之前有像蒋万安讲的一样，我们要反独裁，这可能知道，因为他们的 slogan 就是这样。那么出发之前有听说要像卢秀燕一样拼经济救产业吗？不知道，还是要跟黄国昌讲的一样，保住国会的8席，不然民主就结束了。这黄国昌那个是最莫名其妙，这是国民党的场子，关你什么事？然后还是有像韩国瑜讲的要清一色，我不会打麻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大家想想看哦，国民党那一天有了人群，人来了，可是你少了什么？少了志气。国民党那一天少了志气，什么志气？民众党几只小猫在前面，可以叫国民党的游淑慧下台。我如果是国民党员，我看不过去。我主持过国民党20万以上的人的大会，我主持过，也在凯道前面。那个拿着5星旗上来的人，我是主持人，我就说那个5星旗给我离开，这里是中华民国的场地，你离开。请问，司仪在干什么？主持人在干什么？下面这些白的在呛你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你司仪不能讲说，请不要这样子，这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会，你不认同请离开。我有问，应该要这样。我有问李明贤，然后呢？他说他没听到。我昨天，因为我昨天在，我们都是他说没听到。对，我们昨天都是我们昨天在内湖活动，我说，你昨天有听到那个小草？对，你老婆恭维。对，他说他没听到。没有，如果没听到是耳朵不好，如果听到是心肠不好。这一定要制止。为什么？今天是中国国民党花了钱动员来的人，怎么会让你小草在这里嚣张？这不知进退。那么，另外就是蒋万安，你要制止。这位白衣的朋友，请你不要这样。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赖清德，至少讲这样嘛。蒋万安没说所以我说少了志气，多了妥协。将军，某种程度是不是因为未来就是蓝白合，所以这个时候某种程度，那这一块就先暂搁一边吧，是这个心态吗？所以我说少了志气。国民党你还没看懂吗？某种程度，那这一块就先暂搁一边吧，是这个心态吗？所以我说少了志气。国民党你还没看懂吗？现在到底是黄国昌有多大的力量？黄国昌等于柯文哲吗？不等于嘛。所以你国民党不趁这个时候把你的人拿回来，
你还要跟他妥协，这没有志气嘛。另外我还讲了一点哈，你要到国民党，你要国民党救了这么多人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请问你罢免的理由是什么？罢免赖清德的理由是什么？你要讲出来嘛？独裁吗？还是他搞共产？那如果国民党这一天哈到了凯道这么多人来之后，你那天这个朱立伦喊出的不是什么罢免赖清德，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说现在赖清德的政府里面好多共谍，我们回去立法院，我请我们的总召制定一个什么叫肃清共谍条例，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共谍，我全抓，抓到了之后判重刑，然后服刑期满赶回中国，我告诉你，罢免力道减一半，你要拆弹嘛。今天要罢免你这么多国民党的理由在哪里？我419去啦，419的力量哈跟口号不是当天喊出来的，是从刚开始酝酿要罢免，北部要罢免，中部要罢免，东部要罢免，然后几个霸团开始撞击之后产生出口号。OK， 那个什么反共剿匪，那是王宏威那一区喊出来的，他不是八炯喊出来的。那么那个什么要剿匪救台湾，那才是傅昆萁里面喊出来的。口号不断的撞击，产生出一个共识，共识从不同的组织变成一个组织。他们讲民进党是他们的侧翼是民团为主，民进党为辅，这不一样嘛。那你国民党那天你叫出来理由是什么？罢免赖清德，然后呢怎么做？如何做？你有能力做得到，就好像是我们买那个统一发票，每个月都中不到200块，然后突然间我就说，哎，老板，我怎么每次都中不了？老板，我告诉你，放心。下个月中2000万，那不是笑话吗？你200块都中不到，中2000万，你整个立委你连倒阁你都不做，你要去做罢免赖清德，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你叫出来叫做空头支票。那么朱立伦等到你做不到怎么办？你还是要下台啊。所以我讲嘛，很多事情就是你要反绿共，请问你的共的定义是什么？是共谍？还是共产党，还是中共的侧翼，你要讲清楚。OK， 如果你反绿共的共是共谍，那就制定整肃共谍条例；如果你讲的绿共是共产党放在民进党里面的这些人，我告诉你，那你就要反中共。那你既不敢反中共，你又说要反绿共，你搞得大家好乱啊！下面这一群人来不知道要干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觉得说我今天站出来了很爽，然后呢没有然后。我觉得那个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宋涛昨天应该会打电话给夏立言了。你们反绿就好了，你干嘛反绿共？对不对？反绿我没意见啊，对不对？那你怎么？这我觉得朱立伦为什么会讲这个反绿共呢？因为霸团讲的是反共，对。那我要凸显是说，你民进党里面也有共谍啊，所以我要反绿共。这句话一开始我乍听之下，我只是觉得有点逻辑不通啦，因为民进党里面也不支持共产主义。可是后来我发觉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会影响到未来国民党跟中国的互动因为那如果说刚刚将军讲的好啊，如果你认为你要反绿共，那赖清德讲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你要不要承认？如果你要承认，那我们立法院就应该有更多的法案啊，例如说立法委员到对岸去要登记，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接受 ？OK， 问你，接下来面对的大罢免，其实刚刚几位来宾都讲，罢免并没有停，OK。接下来可能就会公布到大概包括所有针对蓝委的这部分二阶，目前看到罢团传出来的是做20望25，有传出这样的数字。那如果不要讲光做20，就是刚刚淑慧讲，千万不要搞一个20比0，那对国民党中央来讲的话，一定没有办法交代。当然要看后面二阶他们要怎么弄。但是当朱立伦下了这边蓝营的军令。我昨天有听到你在正传媒节目里面有讲说，其实赖清德对早前也在民进党中也下了军令，甚或跟秘书长是直接跟牛友昌讲说，如果有民众反映说哪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没有认真在那什么什么的话，跟他讲，就是大家就去问那意思说，你起码讲那是真的有这样吗？赖清德因为。曹金成是出来讲说，二阶完以后就应该要交给民进党担任主攻，你们去打了。而现在看起来是赖清德直接下军令，第3阶等于就是民进党的事吗？我觉得2点了哈，这其实我五哥刚才讲了，我那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讲完整，我今天把它讲完整。这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协助的这件事，因为老实讲，现在35个蓝委要被罢，对，然后呢正在拼2阶的状况，那社会上有一些氛围就是都会自动自己去分说哪几区是有救的。哪几区是已经过的，哪几区是没救的？
那我当天讲的这个论述是指说，就是其实我们整个都有共识啦，然后包含主席啊跟大家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党公职我们协助。各个选区能全部都要救，我们不能想说什么哪个别人可能过，对，我觉得这个我要讲清楚，就是说，所以35个你们全部没有，我们还是协助的角色，可是我们全部都要救，我们不能说什么还没到，然后就放公民团体说啊，那你这放弃，不，没有这个事，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更是重点哦，就我说主席指示林右昌秘书长这一段是这样，就是说老实说，我就不要点名县市，但最近连我的社群平台也收到很多罢免团体或公民来complain说。哪几个县市党部，哪几个那个地方的民意代表，不够认真去处理。那所以主席那天的 order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民进党的有个传统是，我们的中常会会把所有民众打电话进来的做列表。主席指示，如果有民众打电话进来反映，就是说我们的地方党公职为了就是说在地方跟大家为了关系稀里糊涂而没有去认真协助公民团体的。会要求林右昌秘书长直接去跟这几个民意代表讲，你被反映了，提醒你说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嘛！我跟你讲，最近的氛围变怎样？最近氛围变成大家都在比说，哦呦，我们谁更努力啊？这就是正向的。这个比什么那个就是用高压说你一定要怎样会有用，因为是反过来嘛。是你要让公民觉得说我们是真的真心诚意帮忙你的。就我举我为例啦，我那边不是霸区，我的2个立委都是民进党的嘛。可是比方说，像我就被党部 order 去新北市党部 order 去中和跟新店支援，然后呢，我自己主动，我隔壁是大溪，邱若华那边老实讲辛苦一点，可是也是要全力帮忙啊。那我就把我的志工派去往大溪那边，帮忙发文宣，帮忙弄。我们现在就用这种方式来协助了，就是一个都不能放弃。OK， 那好，淑慧，同样的道理，对你们现在来讲的话，既然下了军令了，所以你们也要，虽然你刚刚讲你第一要件应该先守李彦秀嘛。再来才是有余力才能够考量这些，可是现在看起来除了这个好，第一个刚刚也特别提到，对你们来讲的话，有一个上街头口号之中，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案子都在办，今天上午包括新北，包括基隆，然后又被查 ，OK， 那绿营这个一直不断传言讲说，你们上街头难道口号是要力挺？死亡联署吗？或什么这些吗？你一定有听到有这一块，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那个正当性的一块？另外，我刚刚讲，现在还在办呢，而司法在侦办这些，要怎么样能够让朱立伦讲的大搜索、大收押，然后就是我记得昨天上个礼拜，朱立伦主席就直接在镜头前面说赖清德指使检调，那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公务员啊，所以我常常跟不管是警察讲或者是公务员讲说什么叫做法律的一致性？他不可以做，他就不可以做我不可以停红线，他就不可以停红线同意吧那过去其实不管是公投或者是罢免，都要联署像之前这个大家国民党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罢韩国瑜罢韩式军事，里面有很多瑕疵联署不想说伪造文书啦死亡联署、错误联署，甚至有1万多份联署的联署日期是韩国瑜上任的第2天，就1万多份联署。那个联署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好要上任1年才能联署吗？好，结果检察官佛心来的。调查完以后，自己就不起诉，说这个收件的人、领衔的人、发起的人，他无能力去查证说为什么这份联署书是死亡联署，这份联署书是虚伪联署，虚假联署是笔迹一样的，因为他没有能力，他只是收件的人这个是高雄地检署的说法。这份联署书是虚伪联署，虚假联署是笔迹一样的，因为他没有能力，他只是收件的人这个是高雄地检署的说法那为什么到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把收件的人或领衔人抓起来呢？我以前在这个反这个日本这个核辐射食品的这个公投的里面我也扮演过这个收集联署书的这个工作人员40几万的联署书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只能按照
中选会的要求去按照各县市去装订成册。我只能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能力去看40几万份的笔迹是不是一致的，签名是不是一致的。我也当然没有能力去了解说这些人是不是真实的还活在台湾里面。我确实没有能力，因为当我收到的时候，最后整个仓库通通是联署书。所以你今天你要说我们伪造文书或什么，你说这里面有瑕疵联署 ，OK 可以，你要去找到伪造的人啊，你不能够把这个领衔人全部抓起来，然后目的是查扣他手机。好了，黄旅今天被羁押就更瞎了，我告诉大家，他第一次被五保请回，地院的这个法官裁定的非常清楚，说无任何证据，他不是说证据不足以支持，他说无任何证据，然后说你不能只以推论，他已经讲得够清楚了。然后高院的裁定也只是说，哎呀，你再去研究看看，你再去研究看看，研议看看，结果就逆转了。然后逆转以后，我是看进检进检的说法是说，因为这个有人把一份这个联署的名册传给了黄旅，黄旅转传出去，就认为他是涉及，他就是首脑，还有指挥参与。我说真的我必须要说了我认识黄旅非常久，我为什么会参选议员呢？也是他当时劝我的因为我在台北市，我在市长室8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议员也是他，所以我认识他非常久。他的视力非常不好，他75岁了，而且他眼角膜曾经剥离过。不要说他视力好不好啦，一个75岁的长辈，这么小的手机，你传给他一个 Excel 的档案，里面有名册，他看不清楚，把它转传给他的下属，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吗？台湾是无罪推定，你要有证明说认为他是首脑。除非有其他相关的客观证据证实，而不是说我认为你有转传这个动作，你就是有指挥犯行，或对不对？那你其他相关的证据在哪里？如果你有其他相关的证据，第一次的地院法官就不会裁定无保请回，也不会写说无任何证据，仅用推论的。那你第二次不是如果如进检所说，不是也仅用推论吗？仅以他转传就推论他有实际参与这个虚伪联署，所以我那天看到这个媒体这个报道说，黄旅在4月20在被传唤的抗告羁押的时候，他写下这个亲笔信的时候，其实我看了这个内容，我其实当天晚上是非常难过因为他第一次被五保请回的时候，他休息了2天，他其实有到这个台北市议会来，因为每个人都想去看他那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太打扰家人了，所以他就干脆到台北市议会党团来。然后他就说，其实他那时候就觉得说，他可能就会被羁押，他第一次就可能被羁押，对。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任性的，他常常讲很任性的话，因为他就是很大妈的个性，他就说，我就准备他吸来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大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他就觉得说，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我们的党工他就说他很对不起党工。他那一天被放回来无保请回的时候是凌晨嘛他第一句话就是问说，我们那几个党工对，那有没有帮他们请律师，他们的家人怎么样我只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是叫他主委，我们有的人叫他大姐，有人叫他干妈有人叫他黄旅妈妈。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个性人，他过去8年都是我们的民政局长，大家知道民政局就是负责选举的联署办，他不会知法犯法，他甚至连他在跟党籍里长在讨论联署作业找志工的时候，他甚至都提到说，我们如果要给工时费要用志工服务法，因为我们给不起基本工资的那个工读费。但你要用志工服务法里面的计薪方式，他连这么细的法律他都知道，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志工服务法的方式给薪，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一块。对，所以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去指挥、手谋、参与虚假联署？所以我觉得，我当然也不认同有任何造假的行为，但是你要去真的去找到那些造假的人，而不是说我就把大头抓起来，然后为了查扣他们的手机，其
其实就是为了查扣手机啊！我说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来，关键，我觉得是这样讲了哈。李孝亮讲的话其实就很清楚了。我必须这样说，就是我后来在媒体上访问，对我完全认同，就是可能基于情谊啊，淑慧姐跟黄旅的情谊，还是说律师要为黄旅他个人的权益做争取，这我都尊重。可是现在背后这个事实很明确嘛，我们在外面看，我们也不用管进检哦，我们就看这真正的这个法院的裁定书。其实很清楚，首先第一个，为什么黄旅后来被压了？法院讲得很清楚，不是地检署。法院后来北院的裁定书写得非常清楚，跟大家讲，后来地检署补给他的资料，认为黄旅法院认为有犯罪事实，包含伪造文书，包含个资等等，这是法院讲的。我的看法就是，未来这社会都会给公断，可是法院敢这样子写，他一定有相当的证据，不然未来社会一定会给他谴责嘛。刚刚淑慧姐讲，大概这几天，李孝亮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啊。我是收联署书的人，哈，当年我收公投联署书也是这样嘛。各地怎么去联署的，我不知道，我最后收到了联署书嘛。所以如果你要去找说有谁联署有瑕疵，你就去找行为人，你不该把李孝亮抓起来啊。好，确实是这样，联署的过程也是这样，霸团现在也是这样，大家在各个角落去收联署书，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收的。领衔人他未必知道，这是没有错的。李孝亮没有讲错，对。但是李孝亮没有说那一句话，我没有去联署，他没有讲这句话，他是说他当领衔人的时候有人收集好。他的全文是讲他们问东西怎么来，我真的不知道。对，然后怎么样。好，我要讲的是说没关系，这个未来都会有真相啊哈。但是东西就是不是他连的嘛，所以他收到这一叠嘛，然后他就送出去了嘛。谁给这个资料的？目前国民党也没有任何态度啊。有没有一个长官出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事情社会要不要检讨回应一下？我刚刚还是说了啊，所有的从公投到罢免这些联署，我们的检调是不是到底是一致性的办案、一致性的原则？不要说什么时间不久，就是谢国良那一次的罢免，好，至今大家还找得到新闻。第一阶段送进去的时候，马上就被退件，为什么？里面有很多笔迹一样的死亡联署的。好了，如果现在我们的检调觉得我们要一致性的办案，那是不是还是可以主动再去追查？还是可以嘛？可是没有办啊。然后林佩祥的案子，我们也去告发啦，有100多件的这个虚伪联署啊。结果呢，不是说去把头抓起来哦，不是像其他案子，是一个一个去问那一些联署人说，请问你有没有联署？请问你有没有联署？早上6点啊。那所以大家就是在问嘛，好啦，民进党说的都对啦，做错事是不好的，虚假联署是不好，但是为什么办案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呢？我回应一下哈，如果说是公民联署或是第2阶段联署，几万份、几10万份，那淑慧讲的真的是正确了。我怎么知道？几万份、几10万份，那淑慧讲的真的是正确了。我怎么知道？可是你是第1阶段叫提案，只有几千份，1、2千份而已。那1、2千份如果有大批的死亡联署，或是伪冒，或是签名，那为什么会找到国民党党部？这才是一个连结啊。因为你的死亡联署的名册人数跟国民党的党员名册高度吻合，这是重点，才会去找党部嘛。那如果你说基隆他的这些，就算10件、8件、5件、3件也好，这5件、3件刚好那么凑巧，他都是民进党基隆党部的党员，那名册一核对，这也会有问题，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党部的书记长、总干事，甚至主委、副主委被压，是因为你这些死亡名册还有伪造名册里面跟国民党的党员名册高度重叠嘛，然后为什么会名册会流出去，所以才要问。那另外就是李孝亮这个状况哦。其实他讲的是实话，他就是说，因为我2月6号被叫去当领衔人的，然后呢，所以他们就直接把东西交给我，这是很重要的事哦。就是我被叫去之后，我根本还没开始联署，他已经把东西交给我了，就是说，好，从今天开始2月6号你就是领衔人了。然后呢，所以他们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那最后他说，我是完全不知情。所以说，李孝亮在节目上讲的这些话，是不是告诉你，
找我去的人就是把东西准备好的人，然后呢，我只要点头，我就变领先人。那谁找他去的？黄旅啊，所以才绑上去的。不过这整件事情，范老师有没有知道？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吴宗宪委员，他是检察官出身，他是直接讲说检察总长，然后有下令要办蓝不办绿，最高检直接出来驳斥说子虚乌有，纯粹就是一个谣言。但是敢这样直接大大的讲这一段吗？这些因为刚好大家这个节骨眼，这整个包括办了黄旅，然后一路往下的时候，我讲。司法办案应该我心如秤，然后整个因为他跟大罢免之间有这样的相连关系，吴宗宪本身是检察官出身的，他直接大大的丢这些，而这整个一路这样往下烧，就讲说这个对于整个大罢免来讲，会不会也有什么影响？我看过吴宗宪他在某政论节目他说了，他说因为他当过检察官，对，他说呢检察官呢这个为了要升官啊，就故意去讨好长官，讨好主任检察官，所以办很多案子。来凸显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吴宗宪，台湾有史以来司法跟政治最紧密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2013年9月的马王战争嘛。当时的检察总长黄世明，他是特侦组的负责人嘛。他把监听的这个当初王金平他是立法院长，跟柯建铭总召的通话记录拿去给谁？拿去给马英九。好，喜滋滋的跟马英九讲，你看。这个王金平有问题，王金平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结果马英九立马召开国民党的党纪会，把王金平开除党籍。他不但连立委都没有，他连院长都没有。那王金平在国外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嘛，赶快要求法院暂时搁置加处分嘛，才挽救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吴宗宪好意思说什么民进党现在什么检察总长，那黄世明后来是被泄密案被判1年3个月还有违反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听相关的法律嘛，就是通讯监察法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这个吴宗宪讲的话，他说检察首长什么严办蓝营什么支持蓝营所办的罢免联署战的行都是子虚乌有嘛。这边检察他说检察总长从来没有亲自或视讯要求各检察机关办理嘛。我觉得今天这个。我觉得吴宗宪，你不要去侮辱检察官好像他们都是真的是听命上面的。现在年轻检察官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台湾现在的这个媒体这么发达，哪一个检察官、检察总长真的有做这样的一个指示，他该拍起来嘞，拍录音嘞，那吃不完都会走啊。我觉得今天其实为什么今天还有新北的这个书记长，还有基隆市党部被搜索？就是各地的这个检调单位，他们觉得他们有足够的证据，我当然要办啊！我不办，难道我要吃案吗？那当然，署委讲说，过去什么联署好像都反正这个有问题的，就是当做废票。所以我觉得那这样赵少康也是这样讲嘛，他说这些东西就没有影响公共利益他们是废票就丢到垃圾桶就好啦。可是为什么现在办？那如果照这样讲，我们知道屏东县的议长周铁论，他2023年的时候不是帮这个郭台铭联署。羁押7个月，还不止他6个人都被羁押，那也是联署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不同的时空环境，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对我们的国家的政治有重大的影响，那当然检调可能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法官，因为这不是说押就押嘛。所以黄律解读第一次，法官是说无保请回，就根本就是说连押都不用。可是后来检察官都不用保啊，检察官不满才提出抗告嘛。然后最高法院那个还交这个地院重新审理嘛，然后就羁押。所以我真的觉得啦，不要再谈那个什么办蓝不办绿了。我觉得台湾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嘛。那至于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难道那如果照这样讲，检察官你不相信，法官你也不信赖，那你就要唯一一个办法了，就革命的了嘛。就冲破80里监狱了嘛。你只能这样，那不然怎么办？把法院烧掉啊，那不然怎么办？那台湾没有个人相信司法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说法，一般民众是不会相信的。OK。但或者所有这些办的案子会不会牵动到包括蓝营啊？对，因为有人说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之间会不会牵动到蓝营的一些支持者这个 Kimoji 会不会？我觉得检调的这次426的成功是检调是最大的工程。没有压黄旅就没有426就没有这么多人，不是就没有426，因为原本没有办426嘛，对不对？是黄旅被声压之后，周杰伦才突然冒出一个426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检调，没有426嘛，
那我不说国民党们抄名册有啦，一定有嘛，好，但是抄名册是不是该这样办，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好，你是不是该这样办是另外一回事。我讲最简单的嘛，好，刚那个范老师讲到郭台铭的联署嘛，我上个礼拜也讲到徐尚贤是郭台铭联署的团队嘛，对不对？好，高雄郭台铭那时候联署，你假到什么程度？大家都一定有印象嘛，对不对？好，郭台铭那个联署是只要过关就多一个总统候选人，就会影响到总统大选，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当时检调有没有这样办？这次国民党很多的假联署是2阶都不会过哦，大概除了双吴之外都不会过2阶哦。你检调今天这样办有没有执法过当？你宜兰办到把人家中选会公文拿走，让人家没办法申请2阶，这是正常的执法手段吗？不过他是1阶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不管嘛，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我没有说你不能办嘛，好，只是说你办的手段是不是要用这个方式去办？你可不可以有你的比例原则？好，我觉得像检调今天的状况，再去收新北，再去收基隆，我觉得那是适得其反，因为民众会觉得说你们过头了啦。不是你检调应该要，我讲一下我的看法，我完全知道那个猴子跟你讲，但我的看法是这样哦，你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如果以426，我们就纯粹就426。不要压黄绿，当然你们人会比较少啊，国民党人会比较少啊。不是，你不要压黄绿，没有426，根本没有426啊。如果我能影响，我实话讲嘛，426人会这么多，黄绿压了有没有影响？有嘛？所以我回来讲啊，就是说这个事情，我真的以民进党的角度，民进党的党公职的角度，就是检调好好去查出真相，然后未来给社会一个交代。可是我的看法是。这过程当中，国民党由上到下有没有想要篡政灭政，逼得检方得用这种手段？我觉得未来在法院审理都会清楚。而我认为，检方不会没事找事。过程当中，国民党由上到下有没有想要篡政灭政，逼得检方得用这种手段？我觉得未来在法院审理都会清楚。而我认为，检方不会没事找事。我觉得记不记得大家在柯文哲案的时候，之前就是讲起诉书出来的时候会定生死嘛，就是有或没有嘛。那最后证明，我觉得起诉书出来，大家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了嘛。你就跟我讲说，跟我讲说宜兰那个状况，你觉得合理吗？把他中选会公文扣到，人家没有东西可以去申请2阶。这是正常的检调手段吗？检调他们都要为自己的负责，不是接整理的。那检调负责，司法队为司法负责，那谁来对人民负责？你检调今天就执法过当嘛？不是这个，而且检调怎么负责？哪一个检察官会被叫下台？现在怎么负责？北检最后对柯文哲案起诉书跟《镜周刊》每一期出来的对起来，没有，这条不公开，这条公开是另外一件事。到现在谁负责？谁去调查？我们一个一个来，关键我问你了，检调执法过当，你认为最后怎么会负责？检察官下台吗？没有，检察官不会下台啊。那他现在执法过当，谁负责？社会一定会给。不是这种讲法，你认为他有执法过当？这种讲法，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国民党西良县党部，我就讲嘛，如果觉得调查站的时候的，你说做法是有问题的，就去告嘛，告站主任。然后如果他真的成立，他非法扣押或者不当扣押。他被判刑，那个站主任下台，而且会被调查局局长记大过免职。郭台铭的时候，那时候多严重啊！检调全部当跟死人一样。所以我支持朱立伦，现在就带着你的律师团去告，去搜索国民党宜兰党部的那些检调人员去告。不是，他们违法扣押，造他们无法实施二阶联署。我觉得这有正当性啊。你刚刚讲的那段你还记得吗？就是在立法院，我忘了是好像是罗志祥委员跟那个调查局长之间的对话。那大家也有讨论过，就罗志祥也是问这些东西，然后问完意思也说半蓝不半绿这些。调查局长回的那句话的意思在讲说，他的 confuse 说你们干嘛老一天到晚说作弊的人不抓，然后老是骂我们这些抓作弊的这些人。你知道这个话一定在民众之间他会有一些的反应。就这些国民党要怎么样去面对像这样一些不是我先讲，就是说检调有没有半蓝不半绿，或者有没有指示这件事情，我没有要去下定论，因为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就说，其实从赖清德上来以来，司法一直凌驾立法、凌驾政党这件事，对民主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不能够说一天到晚说你们政治就是该见。我跟你讲，不是，侯总，我拍点，我打个岔，不好意思，我的看法，
完全相反。我认为赖清德上任之后，政治清明，对于贪官污吏都该抓起来这件事情，我是肯定的。台湾的民众也是给他肯定的。可是现在操作者，我认为，让我3要讲一下。我现在认为看法是，现在检察官都在调查阶段，而且正在调查中。我认为什么时候可以骂检察官？我认为我的看法，起诉书出来的时候，证据不足，给我这样乱办，该骂就骂，该下台就下台。可是你让他好好有个侦办的环境，好不好？现在搞到地检署要压人，地检署要声押，地检署要搜查，大家说不行，党部不能收，这是不对的嘛？可不可以给检察官一个好好的办案环境？未来他的起诉书会决定他这个办案是对还是错。可在这个阶段，像侯正刚问的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我怎么知道现在宜兰压这3个对还不对啊？起诉书才会知道嘛。我就跟柯文哲一模一样。检察官要为他们做的事情负责，可是我们留给这些检察官好好办案的空间。冠霖，我先讲一下，我刚刚讲的不是特别针对蓝，我觉得包括办郑文灿，包括办那个林代化，就说你们这些检察官动不动对政治人物下重手，然后你的证据不足，然后给立法院刚刚给他召开，这叫做我认为司法凌驾政治啊，凌驾立法，不是说特别针对蓝的。我觉得就是你检察官在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手上证据一定要够啊！你现在不能跟我讲说，你到时候再摊开来，你们不够再去办它，就你司法不能够动不动。可是我觉得法律是人人平等，政治不能成为司法的保护伞。那陈怡君台北市议员也是郑国会的。不是，林代化也是郑国会，那郑国会人要发言。老师，我刚讲了，对绿的我也不赞成。我觉得就是司法不能够一天到晚把政治当把立法跟民意当做小弟啦，这样是不对的啦。来，任俊，不是啊，现在大家觉得司法有过跟没过，很多因为猴子不是国民党人呐，但是国民党现在在批评司法这件事，基本上是因为自己的人被办。就像民众党批评司法是因为柯文哲被办。刚刚范老师提那个马王政争的那件事情啊，其实你说当年是非常经典嘛，就是政治在操弄司法嘛，叫司法为政治服务啊。2015年，你知道那时候王金平为了保留党籍的这件事情，跟国民党就互告，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在当时担任党主席，叫朱立伦，拍板定案，国民党停止诉讼，确认王金平的党籍。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政治跟司法有这个？刚刚提到说那个时候监听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时候监听完之后认定并没有刑事上面的不法，只有行政上面的不法。马英九怎么去大肆的操弄这一件事情？更不要讲当时罗志强在担任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嘛，那时候是不是有先开过会？也因为这样，后来才传出来讲说，因为罗志强是主战派，认为说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一次铲除掉王金平。为了这样跟金溥聪，后来两边形势上面就变得是各自立场不同。后来罗志强就辞职了，他总统府。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国民党现在要大声的喊，认为司法要公正，我其实觉得 OK。可是当国民党在喊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过往是怎么去透过司法来操弄达成政治目的，那个各党都有啦。现在要大声的喊，认为司法要公正，我其实觉得 OK。可是当国民党在喊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过往是怎么去透过司法来操弄达成政治目的，那个各党都有啦。所以我赞成啊，就是说如果觉得检调今天哪一个是违法，就像李孝亮他今天讲说，我都不知道，我都已经跟你讲不知道，你还问我这么久。我大律师在这边嘛，你看过多少人被问到的时候都跟你讲我不知道。那检察官好吧，你不知道，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找你来了，对，算了，不会吧？就如果今天黄律师被我光讲一件事情啊。李孝亮他会在跟媒体在那里，他上节目的时候会公开讲说啊，我就坐在那边，人家就给我那一些，你觉得他不会去跟检调讲吗？检调不会就问他说，那到底谁给你的吗？我要补一句啊，就是马王政争那个不是政治操弄司法，那是标准的检调谄媚政治。好，他听到什么东西，好，上面没有指示，我赶快跟你讲说有这件事情，你可以做真正的工具。那是标准的检调的堕落。我今天在担心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马英九当时也很开心拿到那些资料嘛，对，没有错。但是源头是检察中黄世明嘛，对不对？今天我也担心的是这样，不见得是赖清德去指示。OK， 好，可是你底下的人每个都这样玩，那个对民主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来，苏慧，最后30秒，对整个大罢免有什么呼吁？我最近去整理了一个东西啦。共谍案卖国盛楚英20万交保，好，虐童案教练叶展浩300万交保，诈骗案30亿零性肉伤20万交保，洗钱案217亿郭哲敏1亿交保，然后黄旅收押禁见。好，那我就不知道说在台湾，虐童、吸人血、诈骗都是交保，然后现在检调对于全台湾去联署罢免这件事情全部一个一个抓起来收押禁见。好，没关系，民进党觉得应该的那我们就看以后检调在侦办全台湾认为伪造文书的，全部都要收押禁见。那这个就是立下以后司法侦办的判例。刚刚冠廷讲说国民党以后会说这个有关税战要停止罢免，会拿来当诉求，不是，这绝对不是国民党的诉求。最近一定非常多产业界的人来跟你们讲这个诉求哈。我前几天我们在内科聚会的时候，好多内科的企业家跟我们提起这个诉求。我心里在想，我明知道你就是支持民进党的，因为内科有相当多。我心里在想说你就自己去跟民进党讲，你自己去跟赖清德讲，你跟我讲干什么呢？所以这绝对不是国民党提出来的，这绝对是产业界提出来的啊。然后他又讲说，哎呀。这个罢免掉不好的国民党立委也是终结乱局的一种。你如果认为个别的立法委员不好，你要罢免，那是公民权，没有错。但是现在叫做大罢免，35席，只要不是民进党的立委，还有民众党的你罢不掉以外，现在是全面性的罢免掉国民党的立委。这真的叫做挑选不好的立委罢，还是全面罢掉非民进党的立委？大家可以想一想。来，跟你没有，就是所谓姐讲的论述，就大概也就是国民党接下去会这样子讲嘛，就是就是因为。蓝的立委要罢掉啊，就绿的输了，不要，这就这样，未来再攻防，现实也是这样啊，就真实就不是吧？我在这里讲 N 次了，这些立委每一个都可以讲出理由，可以要罢免的理由，但今天不讲。我要讲的是说，刚刚我是觉得所谓姐跟很多国民党朋友一直拿几个案子，哇，他就可以放出来，拿几个案子就可以交保，我觉得对司法人员很不公平。每一个人要不要压关键、串证、灭证、逃亡，然后有没有涉案，这一堆证据，法官心中有一把尺。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我没有证据。当司法单位最后要把这几个政治人物，尤其像黄旅压起来，真正的原因跟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有符合这些要件嘛。他会不知道他压了之后，国民党会拿来当理由，然后在那边吵吗？会嘛？那为什么还是要压？请问压黄旅对民进党有任何好处吗？完全没有啊。可是因为办案需要，因为他有串证、灭证之余。那当然就要压起来啊！对我来讲，我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台湾任何人犯法，都应该要查得水落石出。每一个人都没有特权，不管你是什么政党，民进党也一样。刚刚很多人提到啊，就这阵子以来办的很多，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有跳出来讲说，这些人是怎么样，我都支持他们好好捍卫自己的权益。可是给台湾的司法人员一个好好办案的机会。未来这些不管是从罢免延烧出来的司法案件甚或跟整个大罢免未来联动性会是怎么样？当然大家会观察是一个重点，但是看起来的话，那罢免第2阶段，尤其罢蓝委的联署已经差不多快到尾声。那媒体上报道，5月8号如果收件的话，到底会多少？过了第2阶段，迈上第3阶段，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朱立伦下军令，要不管是罢免赖清德，或是要罢绿委的这一块，未来会真的有一些成效或进展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